春熙娘子，请问昨日你夫君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就在家中。先父重礼，我平日极少出门。是有人通知你吗？昨天晚上，突然有人跑进来跟我说，夫君出事了。明明是去吃酒，没想到被冒药。二位官人，我夫君实在是死得冤枉，还请二位官人为我做主。春熙娘子，请起来说话。儿，起来吧，怎么了？我春熙娘子，方便让我们在家中四处看看吗？这么多胭脂妆粉啊！春熙娘子，我能看看这些吗？这是新出的面药，您用的比我用的好多了。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是先夫的。哦，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家里有这么大的铜剑。这铜剑也是先夫定制的。哦，看来康显生前比较注重自己的仪容啊。先夫在张家做事，张府有规定，府上所有人都要让那位张七娘子看着顺眼，否则就要挨罚。久而久之，先夫就极重外表，无论是去张家还是会客外出，都会好好收拾。懂的。那间屋是做什么用的？沐浴房。这是富贵四合香。春熙娘子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大哥，几位贵客，我平日极少出门，恕不远送了。春熙娘子，请留步。大哥，你回去了。顾巡使，我家围殓房了。二啊，若是你有什么发现，就让姚和赶紧向我禀告。好嘞。别在猎巢吃东西啊！我们家伴儿是不是转正了以后就能直接向你汇报啊？是。每月俸禄多少？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太多了？看什么？有人在盯着我。
候茶去。掌柜，哎呦，可有好茶？两位大官人来了，请坐。有好茶的。掌柜，哎，你认识康家吗？啊，认识啊，都是街坊邻居。康家的春熙娘子可是极少出门。可不是嘛，康大官人啊，在大户里面当差，哎呀，彬彬有礼的。他家春熙娘子也是，偶尔出个门呢，也是扇子遮面，哎，挺端庄的。可惜了。是可惜。掌柜，你的茶坛里面是不是有焚香啊？是啊，屋里上着呢。哦，这香不错呀，香具也好。这香可是富贵四合香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是富贵四合香。那跟康家的是一样啊。这香可不便宜啊，1两富贵四合香，怕是这茶摊儿1个月的进项都买不起啊。哟，这么贵呢？东西哪儿来的？官人，你别误会了，这都是康大官人送我的。他为何送你香啊？啊，他不是送我一个人的，康大官人啊，为人大方，他经常送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精美的吃食和新鲜玩意儿。我们知道了，他可不是这么慷慨的呀，是不是有事相求啊？他家娘子生得貌美，又常一个人独自在家，康家大官人也是怕街上的小痞子、浪荡货打扰他嘛，有谁进他的家门，都让我们帮忙看着点嘛。那经常会有陌生人进出康家了？啊，没有，春熙娘子啊，日常采买啊，都只找几个固定的跑腿的帮忙呀，她可本分呢。哎，不过我刚才看到3个陌生人，2个男的，1个女的进去了。那是我们。你还是盯紧些啊！啊，那我们给你上茶，给你上好茶。嗯，他还有要问问题啊？你说的他是哪个他？我说的他，是春熙娘子。对，我说的也是春熙。你为何判断他有问题？直觉。你呢？刚才他手臂上有个烫伤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那是烙铁所致。花儿扶他的时候，上臂、后背、身上哪都疼，证明这个烙铁的伤不止一处。你觉得，谁会用一个烙铁往一个女人身上去烫呢？若是刚才这掌柜的说的没错，康乾平时很在意他这个娘子进出府门，那么就只能是他了。对，能在张七娘身边干活的人，心里面多少都有些问题。从目前这个烫伤来看，康乾虐妻，这是一定跑不掉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春熙杀人的动机就已经有，只不过冒妖案不是他一个人做得出来的。说对了。确实是中毒。可验得出是什么毒？康乾和陶金头最后所食酒菜以及器皿，我都一一查验，无毒。无毒？那这毒是怎么下的呢？怎么了？口汁。
确实是口汁。口汁，这么多胭脂妆粉啊！康浅的梳妆台上什么都有，但唯独少了口汁，而他嘴上又涂了口汁，这说明有人故意把他妆台上的口汁拿走了。口汁有毒。我知道了。康浅他在进入酒楼之前，嘴上就已经涂了口汁，但他只要不吃不喝，口汁里的毒就不会进入口中。而他喝酒的时候，口汁上的毒进入了酒中，这才进入嘴里引起毒发。而那个有毒的口汁，刚好又被隐藏了。那么能做到这一切的，恐怕就只有……为什么是他？你说陈小乙啊？对，这是春熙这3个月的采买单，上面除了有些生活所需品以外，还有部分是烫伤药和跌打损伤的药。康浅虐妻，他买这些药不奇怪啊。这当中有3个跑腿，他一直以来是找一个人去买药的，说明春熙信任他。可以这么说。走。所以你猜，是陈小乙的原因是，陈小乙若是为春熙采买了毒药却没有留底，是有可能的。有这可能，但是春熙要完成用冒妖来杀人，光凭他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。他在外面一定有同伙，所以我的推断，极有可能就是这个陈小乙。赵兄，你来画院找我是专门来看我的画吗？这些都是最近我游历东京城画下的市井图。真是叹为观止啊！你画的这些市井，跟我平常见的真是一模一样。市井万物，瞬息万变。既然要画这市井，就必须勤勉，必须得画仔细了。好，我啊借你的画一用，找个人。又在破案。那个冒妖案的真凶找到了吗？没呢。我最近也在洋楼街追着那冒妖，只要冒妖一出现，我就把它画下来了。你都画了吗？你看，这张画是何时画的？就是咱们捉妖大会见到的前一天。哦，对，咱俩是在这里见的。这个是康浅的家，那这个门后站的一定是春熙娘子，她手中拿的梅花团扇你都画出来了。张兄，你可有印象，当时春熙娘子打开门，是何人来访？没有人来访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冒妖正在作乱，所有人都抬头看着冒妖。只有这个跑腿小哥跟春熙是四目相对的。还真是啊，只有他们2个人没有抬头。哎，赵兄，这个跑腿小哥手中的食盒为何多了一柄？赵兄，这是食盒上的红绳结。红绳结，没啥本事，混口饭吃。我知道是谁。